最近这题呢，在大陆的网上可以说是炸锅了，大陆的网友啊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那就是呢，美国公开要招募会讲中文的特工啊，这个条件蛮有意思的，不但要讲这个中文普通话，那最好呢粤语啊、广东话、上海话、客家话最好也要会。哎，年薪挺高的哈，算一算年薪的最高上看大概将近500万台币，500万台币啊。结果大陆这个网友呢立刻炸锅，说找这个中文特工，第一个呢，你恐怕太低估了这个大陆的方言。你不要讲什么，我看到一个网友就说，他说光是南通这一个市啊，南通的方言，你可能出了这个县呢，旁边人讲的话你都听不懂。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是这个南通人哦，他上铺的好像也是一个南通的朋友，两边讲话都听不太懂。所以大家知道大陆之大哦，每一省每一个市的方言都不一样，所以呢。从这个大家第一个开始笑嘛，说这个美国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确实不太了解啊，光是一个粤语啊、上海话、客家话，也许美国人大概知道几种方言，但其实太多了。第二个，你要找中文特工啊，这个特工呢最好身份保密，要不然曝光了，这个中国人小心把他掐死。好，先轻松一点，这个介大使你怎么看？介老师，这个 CIA 啊，它这个1年的这个预算850亿美金，哇，850亿，这超过很多小的国家的整个年度预算。那他一向都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为从事间谍工作被抓的话，有的时候是就地正法，对，所以他这个给的这个待遇都很高。那以前他们早期这个 CIA 的时候啊，美国都是把他这些常春藤名校的这些非常非常精英的招募了很多。因为美国非常清楚，他这个要称霸世界光靠武力不行，然后情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称霸的一个支柱。那他这个情报呢，不只是收集你的情报 ，CIA 已经变成在做什么？他不但是收集情报，他去颠覆你，他还去推翻你，他还去干嘛？他还暗杀。所以他们的做法的话，真的是这是个犯罪组织哦，这犯罪组织，国际犯罪组织啊。所以他们的间谍被抓到的话，人家常把他就处决了，因为他们毫不手软，毫不手软。那所以美国的 CIA 啊，美国的电影常常演别人，比如说演这个格别无 KGB，那个演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叫穆萨德，这几个别人都很厉害。其实美国的 CIA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道行最高，然后呢，他的这个活动力最强，对，而且还在实际上怎么样？还在做了很多颠覆、暗杀，甚至直接筹组军队参战的这种作为，所以 CIA 就已经不是一般我们现在想象的那种谍报工作，潜伏在地底下，那么不能够见人。他们 CIA 有的就是直接领一支军队在中东地区就在那边打仗所以我觉得这个 CIA 的话，美国人是认为他保护他国家利益、促进他国家利益的一支尖兵，对其他国家来讲，这是一大威胁。是听这个谢老师这样讲大家开宗明义就知道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难怪他这个薪水开到这么高。很多年轻人第一个先看到他的薪水，哇，不得了，17.25万美元呐。好，那他要做什么内容呢？当然，这内容就写得很简单嘛，收集情报啊，对中国的举动进行分析啊，等等。那但是他这个公开招募这档子事情照理说很多都是间谍招募，大部分是私下就是说一拉一啦，对不对要先对你有些了解，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要请你当间谍嘛。总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了一些关系了解，大概侦查一下你这个人的家庭背景，你的这个思想的一些情况等等，觉得没问题的话才会偷偷的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探寻意见等等。有这样公开这种招募吗？好像大陆网友觉得有一点点示威的这个举动是不是有点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个大陆民众反应也很激烈，大家说这叫做背祖嘛，忘恩负义数典忘祖对不对？我们的网友也说，他说我会讲上海话，我绝对不会出卖国家就是 CIA 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把任务这个薪水都写出来，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好像不太像是一般的找特工的方式
对，它这个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有一定分化对方的一种作用了。对，他就说我现在摆明啦，我准备用重金来悬赏啊。对，那当然是会讲中国方言的这些人啊，很多当然一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那针对的将来吸收进来以后，训练以后就派到大陆去工作啊。对，要不然你上海话你不可能派到让大家彼此怀疑的概念嘛。对，就让你彼此怀疑。我还看到一个上海朋友，他讲的很好笑。他说呢，他说实在像很多年轻人自己都不会讲上海话了。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讲上海话很流利的，他肯定就是美国特务。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所以对于这个公开的招募这样子一个方式，我觉得大陆网友非常不能接受，也感觉到了这中间似乎是放了一根刺要在这个群众当中呢埋下一个怀疑的种子。会不会你就是那个美国特务呢？当然，最近这个美国的 CIA 特别改组，它新成立了一个中国任务中心这个是史上所没有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中国任务中心嘛，它才会公开招募这个懂中文的员工而且还说是可以双重国籍的。好，它允许双重国籍。那么当然另一头我们也知道，目前在这个技术的进步之下，像是你看到面部辨识软体监控摄像机等等这个网络数位上传使得确实了，以大陆的这个情报人员在美国，他搜集情报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躲避侦查也变得很困难。对，不过现在我想大陆应该是从香港的这次教训里面应该有所提高警惕了。因为当时香港会闹成那个样子其实我在台北看的时候我也很吃惊。因为可见香港是一个不设防城市，也就是说，这些美国 CIA 在香港的部件那也不是1年2年它可以动员起来的。那它这个香港的整个暴动，一看就是有组织的，有后勤支援的，有技术指导的，也有跟国外的这个相互这个呼应的，这个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在世界各地由 CIA 幕后策动的一次一个所谓定性为民主追求民主的民间的一个所谓的美国人讲就是一个革命，其实从香港人角度，从大陆角度应该就是一个暴动。那这个暴动呢，而且能够持续这么久那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充分反映香港的整个的对于这种谍后工作。对。这种谍报的工作它是完全疏忽了，完全没有去事先加以某种程度的预防。那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一次经验应该对大陆的政府应该是很大的一次教训。因为社会开放是一回事，可是社会的保防要是更重要，你越开放越保。美国社会事实上。你看他是讲的是民主，讲的是自由。美国社会，尤其美国的政府公权力，在有关国家安全上面的规定对，那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就是非常非常严密密实的。对他没有任何模糊地带嘛，对不对？而且他也绝不手软这点介老师过去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当然，他这个公开招募，很多人就在想。那这样会不会吸引一些双面谍呢？也许大陆就派一点人去应征嘛，会不会？对，会的。可是美国以前也发生过，我记得如果看这个历史上以前有一个 CIA 的这个中国籍的工作人员叫金无代，后来他被美国抓出来说他是双面谍。对，那也有人很肯定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美国后来就把他治罪了，后来他在监狱里面自杀了。那他是比较早期的，他是在抗战时期，大概更早的时期或者说是20次大战结束他就在美国了，所以是非常早的。可是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双面谍。那可是美国这个他虽然看起来说双重国籍也可以这个可是美国在审核尤其这种情治工作人员的那种安全调查，极为严谨。所以呢，你真的要说进入到美国的这个体系里面也那么不容易。不要说 CIA 了，我以前在美国有一些我们台湾去的朋友他们已经拿到美国国籍，想要进 FBI 去工作都非常的困难。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他一定有设想到，那如果这是一个好机会，中国大陆的这个情治机构要赶快送人进去这个 CIA 那么做长期的潜伏
可是我知道美国这个表面看起来它是一个好像自由民主，什么都不在乎，这个很开放的。其实美国在这种机构里面他会把你从小到大的一切记录都拿来查，而且还不止你本人，对，包括家人、周边家中的亲三代、交往的朋友等等之类，参加的组织、社团等等，对，全部一个都跑不掉。是，这已经是万无一失的啦。当然，这个刚进来应该做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工作翻译等等但是要能够真正到这个特务的这个阶级，就像介老师讲的，它是一个极其严密的一个过程。当然，美国这次这个公开招募这个针对性十足，确实让这个大陆民众觉得很不舒服这就是一个很针对性的一个行为。但是美国这个介老师讲他总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对不对？就算是要颠覆就算是要渗透等等，这个旗帜呢都张得很大。果然，我们看到这个 CIA 的局长他就讲了很多话嘛因为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之后，他就说呢，目前对于美国来讲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威胁，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大陆。然后呢，他又进行再一次的分化，造成这个威胁的呢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人民把中国政府跟人民拉开来这个谈。那么另一头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当然他是非常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了。他最近就谈到一个观点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待会把它一起拿出来讲，就是他觉得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是一场新冷战在进行，冷战 ING， 北京跟华府呢爆发冷战。当然现在呢大家比较不用冷战去形容，因为我们看到冷战的定义是什么呢？冷战的定义就是没有武装冲突的敌对状态那么大陆跟这个美国目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武装冲突。敌对呢似乎也不像是过去那样的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敌对，所以讲到冷战呢似乎还没有达到。但是陆克文认为北京华府爆发冷战不只是存在可能性，而是非常非常有可能。而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他是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所以他这个言论呢，据说在白宫引起轩然大波，在华府引发了很大的讨论。但是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白宫在全力压制这种言论不希望大家讨论这个美中之间是不是冷战。为什么？因为这个可能对他美国这些政党像对他政府并不有利，也就是美国老百姓并不会支持，那所以他才会去压制这种说法，所以而且拜登他现在的政府一上来，他就要把这个美中的关系定义为竞争，他说是激烈的竞争，对，或者回到理性的竞争，他基本上他把它称为竞争，因为冷战的话其实就是冲突嘛，就是冲突。那不过不管你怎么定义啦，激烈的竞争还是理性的竞争，还是冷战还是冲突，我觉得这场战争老早就开打了，从川普的时候就正式开打了。那中间有一些战役，可是这场战争我觉得不打个10年8年是不会结束的。所以战役有结束，比如说在这个安克拉治。这个刚刚讲这个杨洁篪跟这 Sullivan 他们这一场对阵那只能说是一场战役。对，这是一场战役，确实是。那最近这个拜登请求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对，这也是一场战役。那这都是每一场都是较量。对，可是呢，这场战争我觉得真的说不10年8年，我还觉得是短。对，现在战争的形态有非常多种嘛不只是这个武装的这个军事冲突，另外经济的啦、文化的啦外交战场上等等都是。但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呢，各个高层都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呢就是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且呢，它比过去冷战时期的苏联更难缠、更强大，因为它的技术威胁太厉害了，还有包括军事经济等等层面。但是是不是冷战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冷战时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个世界在这个1950、60年代的时候，记不记得？反正它就是一个专制跟民主两个阵营。但是确实现在有这个味道嘛？因为拜登在联合国讲话的时候，他虽然说我们不是寻求新的冷战，我们也无意把这个世界呢分割成一个水火不容的这个两边的一个阵营等等。虽然他这样讲是企图要灭火，但是我们看到，在他从他选举到现在为止，当了总统之后呢，他的各项的这个谈话当中，总是就是
怎么讲？就是两边阵营壁垒分明，一个就是我这个民主联盟的一个概念哈，它跟欧盟；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啊、俄罗斯等等哈，就是一个专制啊、集权等等。所以他虽然他说我们没有在寻求新冷战，但他似乎就站在这条道路上。我觉得他用这一套意识形态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所谓的专制哈，他如果形容是2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个跟现在中国大陆的实际状况、跟俄罗斯情况，那差距太远了。对，大陆老百姓可以自由的迁徙，自由的从事他的职业，他更重要，大陆老百姓可以自由的出国回国。你如果说今天大陆的状况是美国人所形容的话，那大陆每年上亿人出国，那为什么还有每个大部分都回国呢？对，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用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把对方框到一个框子里面事实上非常缺乏说服力。现在其实美国真的面临的挑战是所谓的体制的挑战，也就是第三世界或全世界在看，就是说是你美国体制好呢，还是中国体制好？那问题就变成，如果照邓小平讲的话，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大陆这只猫抓的老鼠特多，美国这只猫已经趴在那边了，一只老鼠都抓不到。对，所以这个体制的竞争我想尤其在这个全世界这么大190国家，大家都在看。其实美国现在只是嘴硬是要把别人用嘴把它污蔑掉。可是事实上，美国体制现在不行。如果再过7、8年以后，中国的大陆 GDP 大陆的 GDP 超过美国的话，我觉得那个又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全世界看问题，看美中两国又要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对，听季老师这样说明，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个陆克文他讲到这个中美两国现在就是一个冷战 ING 的概念，但是白宫呢不喜欢这种言论要全力压制，也不希望大家来讨论，因为这是一个过时的一个思维。那么冷战的思维呢，确实很容易夸大这个冲突，然后彼此陷入这个斗争的模式。但是这个呢，对人类社会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只冲突不合作，这是存在过去的这个冷战的一个年代，但现在是吗？所以拜登的幕僚有这个灭火的感觉，但很有意思，这些幕僚都采取匿名的方式接受这个《纽约时报》等等访问，都要求要匿名，那很特别。你看他讲的话，其实也还好，平铺直叙。为什么要求匿名因为他们说，凡事牵扯到北京，需要极度谨慎啦，可能需要极高的一个授权。那讲的什么事呢？我觉得讲的也就是实事求是嘛。说这两大国中美两大国之间应该是可以就事论事的当然就意思就不会这么幼稚了。还有匿名幕僚说，用冷战来描述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两个超级大国呢，现实感都很强，他们可以在气候问题上一边合作一边遏制这个朝鲜的核武，但是呢，在技术在贸易上等等展开竞争，在台湾问题上当然就比较针锋相对。也就是说呢，一只手拿着刀枪，一只手拿着钞票，然后又释出了善意，这中间是并行不悖的那刚刚这个季老师讲，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实力的消长。我们看到美国去年这个对大陆出口是1240亿美元，但是进口呢434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谁比较需要谁大陆呢是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那么出口产品呢，它也占了这个第3大的这个消费国。还有一个就是年底习近平拜登要进行这个视讯峰会了。当然，我想美国特别不希望这场峰会破局所以在不希望它破局的前提之下，接下来这1、2个月确实要特别的谨慎。所以难怪呢，他要去压制这个所谓冷战的说法。但是二方面呢 ，CIA 又忍不住放一根刺，我要招募这个中国特工这个欢迎这个懂上海话的、懂粤语的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两手策略嘛。两手策略，美国基本上从他建国开始到现在，他们就是既联合又斗争其实这个盎格鲁撒克森是非常有斗争性的民族，像这个英国人常常就是说，他们讲说，他说 just looking for a good fight， 他们喜欢要有一个 fight， 而是 good fight， 这是他的文化文明的。这个盎格鲁撒克森事实上这个文明，你真的去看它不过1000年，因为英国人家曾经找过说，哎呀，1000年以前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我看过书上写说，英国还有食人族
所以它的文明是很年轻的，不像我们中国的文明是5000年。我们的易经总结了前3000年，那后3000年我们有这个儒家的这个文明哈，所以跟这个昂克萨莱是不太一样，他们是既联合又斗争，而且再加上美国这一群移民的后代啊，所谓的这个拓荒者的后代啊，他们战斗性特强，所以可以说他以斗争为乐，然后他认为斗争就是一个生存的法则，所以呢，他们看很多问题是怎么样，不是共存共生的问题，他看问题都是零和的，今天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这些有时候，所以他们就说，当事情变得比较棘手的时候，你就要用非常的手段，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他当时不容日本的崛起，他一定要把日本打掉，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手段嘛。那现在对付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我想一点点的时间哈，这一题谢老师稍微回答一下刚刚我们这位斗内的网友公牛哈，他提的问题，说杨洁篪在2+2中美对谈之后，现在放飞自我吗？当然放飞自我，我不太懂你的。你的想法，你的定义是什么？那我顺着你的话也问介老师一个问题好了，就是中美两国，你看起来能够和解吗？我觉得无法和解，即使是因为照中国人思想就和为贵，对，美国人没有这个观念，美国只有谁强谁出头，所以这是两个文化价值上的冲突。你今天中国即使在讲要和为贵，和为贵，和为贵，对，美国还是基本上有你无我，对不对？我今天是第一，我如果变成第二，我可能遭受什么悲惨命运？他的历史经验跟他的价值系统告诉他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可行，可能也许是理性，大部分会理性，可能也有些不理性，他就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就是说，所以未来的10年这个世界哈，你就发觉主轴就在这里，就是在中国大陆超越美国这个转换期中哈，那么所发生的各种冲撞，所发生各种的甚至比较大的冲突哈，我觉得都是可预期的，倒不是说。因为习近平讲说，太平洋那么大，容得下美中两国。美国人心里想说，太平洋原来是我的，大小无关，是我的就不能让你。美国人想的是世界这么小，所以只能有我美国，只有我是零和的。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两种价值，看怎么调和吧。对，那这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只能依靠的是什么？只能依靠的是实力。那种是一种综合的实力，那可是这种实力比较，我们常常觉得说，实力在它的平衡在转换的时候是比较动荡的，那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这个实力平衡在慢慢天平往上，中国大陆倒的地方的时候啊，那个过程中啊，美国的这个抗拒、抵抗的这个意志它会非常非常的顽强，